真的是不敢相信啊！真的是不敢相信啊！买房呢，竟然是破产最快的一个方式啊！大家不要觉得呢我是危言耸听，也不要觉得呢我是胡说八道啊！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，来分享一下。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，也可以先给这个视频呢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您的支持呢，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，就言归正传啊。深圳呢有一对夫妻，然后也是40-50岁中年的一对夫妻嘛，两人经过10来年的一个打拼，也是从那个小城市跑到深圳这个大都市了。到了2021年，也就是2年之前嘛，积累了将近400万的一个存款。这在很多家庭当中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，400多万，因为很多人奋斗一辈子，然后转个100万都非常不容易了。所以说这对小夫妻还算比较成功的。然后呢，包括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呢，就是两口子嘛也稳定在150万左右。为了给自己的小孩、给自己的后代呢一个温馨又稳定的家，包括呢后代的子女的一个教育问题，于是呢夫妻俩呢就商量了好久，然后决定买房啊。在深圳那边买房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啊，基本上一套房呢就会花光几代人的积蓄。别说他们有400万的一个存款了，然后就是再高的一个存款呢，有可能也只是购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啊。两个夫妻俩也是看了一大圈，在深圳呢看了1个多月的一个房子，最后是首付了300来万左右啊，买了一套100多平，也不就是120平左右。价值1000万的一个二手房，还买的只是一个二手房，而且呢价值1000多万。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就感觉非常的害怕，但是呢深圳那边的房价就这样啊，动不动一平就是10-20万。他们的房价呢相对来说还便宜一点，因为是个二手房嘛，然后平均每平米是8万出头，也就是8万3左右。包括整个的地理位置在深圳那边也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，包括还有配套的一个学区，所以说小孩以后的教育呢也不成什么问题。就是整套房子呢首付付完，买完房子之后呢还剩下100多万的一个存款，也算是心里有点底气吧，给自己留一点家庭生活开支的可以用。然而呢买房的幸福啊仅仅持续了几个月，真的是持续了几个月，夫妻俩也就开心了几个月。到了整个2021年的一个年底嘛，丈夫也是因为公司的业务调整，再加上整个大环境嘛，那几年的大环境都不好，然后公司裁员，部门裁员，也是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啊。公司还好给了他10万多块钱的一个赔偿金，大概15-16万的一个赔偿金。然后到了2022年嘛，然后呢这个丈夫呢也开始努力的找工作，但是呢因为上了年纪，毕竟40来岁了，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嘛，35岁之后基本上别人公司像大一点的公司、好一点的公司，甚至小一点的公司，然后35岁人家都嫌年龄太大都不招了。所以说呢最后他也是无奈之下妥协了，然后去到了一家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公司。但是呢在那别人基本上做了3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因为呢在公司啊和各个跟自己的领导包括跟自己的同事呢闹矛盾，闹得非常的激烈啊，也是不欢而散。之后呢再去找什么工作呢也是四处碰壁啊。因为呢她之前她丈夫的这个年薪呢是非常高的，在那种大厂里面嘛，基本上年薪100万的。而现在呢出来找工作，基本上那种小企业提供的年薪也都是20-30万啊。所以说呢他非常不愿意去就是屈这个尊，就是将就自己去做这30万的事儿啊。于是呢便想着呢自己能不能创业，然后找一个活自己跟自己打工嘛。但是呢之前呢一直没有创业的一个经验，再加上呢没有创业的一个头脑。到了2023年啊，虽然说自己也是在逼迫之下也是创了业，但是呢创业包括开了自己一家小公司，一直没有见什么收益，一直都是入不敷出啊，一直在亏钱。眼看着自己前几年的存款也快要用完了，包括现在还房贷也难以支撑啊，真的是还房贷特别的难。就是包括这个丈夫呢也是夜夜失眠，头发都抽白了，整个创业的耐心呢也早已经耗尽，也没有这个创业的热情和激情了。此时呢夫妻俩也是走投无路啊，因为房贷呢再过个1-2年呢很有可能就会断掉啊。因为呢如果再这样下去入不敷出，很有可能就断掉，整个的生活压力太大了，是不是考虑呢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算了。然而呢他们夫妻俩呢不算不知道，一算真的是把自己给吓一跳。700万的一个房贷啊，当初是贷了700万，每月还款金额是37600块钱，然后还了1年半的一个本金啊，还有呢684万的一个本金没有还，18个月总共是还了67万7千块钱。然后呢仔细算了一下账，只有16万是还了银行的一个本金，还有51万多呢全部都是还银行的一个利息。夫妻俩简直就是惊呆了，那妥妥的就是跟银行打工啊，50多万的一个利息。夫妻俩呢到二手房市场，到中介也问了一下现在房子的一个价格，包括它的市值啊，现在也就值800万左右。如果说想要快速的脱手呢，房子还要往下降，就是每平米啊降到6万5、6万块钱左右才有人买。因为别看这个6万多，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很高，但是深圳那边的确是已经打骨折了。到现在呢已经整整赔了200多万啊。夫妻两人呢现在只剩下什么了？只剩下一个700来万的一个房产，再加上了这些年仅留下了一个50万的存款，然后还付了680万的一个贷款，等于说呢还剩下100来万左右啊。2年呢总共是亏了200多万，就买了这个房子2年亏了200多万，剩下50万的存款呢勉强还能够支撑1年啊，因为每个月有3万多的一个房贷嘛。
还有就是房贷还有28年的一个时间，只还了1年多嘛，28年大家可以算一下，还有的房贷还要还多少钱。其实呢，我感觉呢，他们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。现在有很多人呢，手里呢都只有100-200万，甚至300来万都买了900万的房子，上千万的一个房子，甚至呢只有200来万都借钱买了900多万的房子。还有很多2线、3线、4线城市，包括那些县城的购房者，就是自己用100万，然后买了300多万的房子。现在呢，整个房子的市值呢，也就仅值个80-90万、100来万左右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呢，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断供潮，就是这么多的人都开始选择断供了，因此呢，而负债累累，包括自己的信用，包括自己的前途了，全部都被耽误，全部都抹黑了。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？此时此刻呢，包括2023年马上结束了，2024年你还会选择上车买房吗？你觉得呢？楼市包括整个的房价以后还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的空间吗？还有可能回到2017年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您的观点和高见。